上期我们知道了，原来纸也需要加热了。Testway 主观评分5分，微博有502名网友参与投票，获得平均分4.97分。大家看看就好了。哎，刘姐，你看这个手机好不好看呢？手机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那太温柔了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跟我说话？你看看哪有手机啊？哎，真的是搞笑，逗我好玩吗？怎么逗你啦？然后亲，那能不能把之前那个 Google Pixel 3借我玩一下吗？借我玩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开心，哇，好看呐，哇，好棒！小可爱，你确定你手上有手机？是啊，这么好看的手机你看不到吗？哇，这么棒，哇，好看！这是一部很普通的手机，但是有些人就是看不到。嘿，你说怪不怪？这是 Google Pixel 3，没错，就是你们所熟知的那个 Google， 在国内你上不了的那个 Google。然而就在去年年末，我们终于第一次用上了他们的手机。久闻 Pixel 在国外的优秀表现，很早就想做它的节目了。这盒子拿到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它的名字吸引了。这颜色的名字取得太创意了，黑的叫纯粹黑，白的叫就是白，而粉的嘛 Lot Pink， 不是粉 ？No， 别人叫非常粉。从名字上就能看出，谷歌的这群家伙本就是一群放荡不羁的人。不知道大家拿到谷歌手机的第一件事要干嘛？我的话，最想看的就是谷歌的人工智能。当时开发者大会上给商家打电话交流的那一幕，我还记忆犹新，竟然能与人流畅交流了，真是屌啊！于是我拿到它的第一时间就是 OK Google， 唱首歌来听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。 哇，我的天！听了这么多语音助手，我终于听到一个唱歌能听的了，没得跑。目前唱歌最好听的语音助手就是它了。你再看看这妈的自在。Hey Siri， 唱首歌来听。Hey Siri， 唱首歌来听。还是别唱了。Hey Siri， 你到底唱不唱歌？我们还是别把它当人聊，目前就是一个机器。不过目前简体中文还没有 Google Assistant，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小学英语不及格的人来说，用台湾版是不错的选择。不得不承认 ，Google Assistant 很多地方做得不错，除了歌唱得好以外，翻译也做得非常优秀。嘿，兄弟，打开翻译。白宫怎么走 How does the White House go? Go straight for 100 kilometers。执行100公里。没错，基于强大的 Google 后台，它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翻译机。出国在外，不用翻译机就靠它了。而在油管上看视频，你也可以得到非常优秀的体验。办个油管会员，你竟然可以在手机的主页面以小窗口的方式观看节目，多希望能多点应用有这样的功能啊！说到与众不同的地方，非这个负一屏莫属。Pixel 负一屏的设计，那真的是不知道比好多厂商的负一屏有用多了。包括 iPhone， 对我来说，我真的很少翻到那一页上去。而 Pixel 3通过你的喜好设置，加上 Google 对你平时操作的分析，推送一些平时你想得到的东西。用了它之后，你真的会不自觉地发现，原来这一屏真的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啊！哎，等一下好吗，梁青？我连个手机都没看到，我看毛的节目啊！这个手机这么大，在我手上你都没看到？没看到啊！要不你拿着试试看？我看到了，原来Pixel长这样。原来我之前说了这么久，我都白说了呀！
既然有部分观众还没有看到产品，那我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如果没有介绍到的，请大家也不要去在意，因为反正也用不了。这就是我一直所期待的手机 Pixel， 小的是 Pixel 3，大的是 Pixel 3 XL。从手感的角度上来说，我喜欢小弟，让我找到了一些 iPhone 10的感觉，不，甚至比 iPhone 10的手感还要好。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，拿在手里轻，玻璃感十足，你不会感到廉价。背面尤其好看，很精致，还有这电源键绿油油的，很俏皮。磨砂的下半部分不会印上很多指纹，触感又像婴儿的肌肤般细嫩。对，不会印上指纹这一点，在现在真是太难得了。开机。这谷歌的开机动画也忒好看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吹得有点过了，大概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见过吧。哇，这就是原生的安卓吗？亲儿子的魅力果然不同凡响，壁纸还会跟随音乐律动，更显不凡。以前别人总说原生安卓怎么样，说实话，乍一看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在我一度要给谷歌设计师们打 call 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它 XL。 说实话，我自认越过无数的刘海屏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让我无法接受的。当我看到了它，我终于理解到了那些誓死不接受刘海屏的人的感觉。兄弟，我说你这是门牙掉了吗？没有面部识别，做个锤子刘海屏啊！还好在开发者模式下可以隐藏这样的刘海屏。不好意思，选错了哈，应该是这样。舒服了。可是这就失去了我追求屏占比的目的了呀。所以单就这一点看，我是强烈的不推荐大家买 XL。 来到内地， Pixel 失去了自己强大的靠山，很多功能都失效了。比如说这个好用的负一屏，比如说这个像人一样的谷歌助手，又比如你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油管，大打折扣。那还能怎么办？还不是要活呀。所以让我们看看这样的 Pixel 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感觉。说到感觉，肯定有一点你是不习惯的，这个开关键和音量键的位置和我们往常的习惯是反过来的，所以不用想，刚开始你肯定会按错。而屏幕边缘的处理没有 iPhone 好，这里的密封条很容易藏污纳垢，对于我来说就有点难受了。如果屏幕正面和背面的密封方式都一样，那就完美了。但这一点点的小瑕疵并不影响它震动反馈所带来的惊艳。这声音，这触感，每一次的打击都让你感觉好像是在创作一部大片。配合上 Edge Sense， 让它的操作体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不过在这个全面屏的时代，看到如此屏占比的手机，总有一种考古的感觉。索尼也不例外。我没说它难看，我也没说我无法忍受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子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太像现在的旗舰手机。没有全面屏手势，因此同 Sony 一样，还保留着关键的虚拟按键。操作和切换，个人觉得没有其他厂商的全面屏手势好用，特别是这2段的上滑操作，在你单手握持的时候十分的难受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还是那个经常提到的高通骁龙845，玩游戏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由于4G 的内存，手机用久了之后真的会变卡，要记得时常清理后台哦，亲。虽然不是全面屏，但屏幕颜色看着还是非常舒服的，特别是它的扬声器，和索尼一样，你根本不用担心手挡住了它，并且音质与索尼相当，大家可以戴上耳机感受一下。
算是我去年听到的扬声器音质数一数二的手机了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来到了大家最喜欢说事儿的环节——拍照。如何形容 Pixel 3的摄像头呢？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永流传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在这个多摄的天下，还能用单摄杀出一条血路，可以说是非常牛逼了。所以说起拍照，那我们就不得不拿出目前我们觉得拍照最屌的手机——华为 Mate 20 Pro， 看看有没有一战之力。光线好的情况下，你其实可以看出 Pixel 的照片有点偏暖，清晰度方面并没有拉开差距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HDR 的效果比 Mate 20 Pro 的效果还要好。不得不赞叹谷歌的算法真是好啊！画面的放大由于没有长焦头，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是 Pixel 还是通过软件的算法将差距强行拉了回来。不过由于没有 AI， 所以在一些场景的色彩上吃了一些亏。而夜晚的拍摄，确实还是没有 Mate 20 Pro 的效果好。不管是普通模式还是夜景模式，都会差了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作为单摄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最厉害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人像模式。这个人像虚化出来的背景简直可以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地步。看这样的背景是不是还真有点刀锐奶化的感觉？人物边缘也处理得很自然。所以自从有了它之后，我相机真的就很少带了。单靠算法取胜的优势就是前置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人像，并且美颜自然了很多。这样的自拍你喜欢吗？而另一个我喜欢的地方，前置的广角自拍。以前索尼的前置摄像头很广，因此自拍团队照我会经常用到它。而 Pixel 3通过这个前置的双摄，却能得到更广的画面。放心，有了它，今后你就成了那个集体照举手机的人了，开不开心呢？抓拍往往留不住精彩的瞬间，打开这个动态模式就没有问题了。这张还不错吧？摄像效果嘛，大家已经看到过了。其实，在大屏幕上，它并没有索尼 XZ2P 好，而且就女后期后期调色来说，也要差一些。但是它的稳定效果可是索尼比不上的，也算是各有千秋吧。然而还不仅仅如此，谷歌牛逼的地方还有 AR， 时不时把美国队长拉出来拍个照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看队长的动作是多么的顺滑和真实啊！这是我第一次用谷歌的手机，说实话有很多新鲜感，也碰到了一些 bug。我是真的希望好好和大家聊聊这部手机，但是很多东西确实没法讲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即便这样，我也不得不感叹，多亏谷歌退出了内地，不然咱们的手机市场又会掀起不一样的腥风血雨啊！这部手机就我的使用来看，最大的问题在续航，不管是 Pixel 3还是 Pixel 3 XL， 玩游戏的话有点够呛。而对我们来说，最致命的当然是内地很多东西没法用，因此你最多也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拍照比较好的安卓机来使用了。再加上网上的代购十分昂贵，我们的 Pixel 3卖成6550元，而 Pixel 3 XL 卖成7650元。算了算，如果你没有手段的话，我们是非常不建议购买的。所以我们给出 Google Pixel 3主观评分6.5分。Pixel 3 XL 6分。买车抽中出国游的概率是100万分之1，买机票被升为头等舱的概率是500万分之1，充话费中 iPhone 的概率是1000万分之1，买饮料中大奖的概率是4000万分之1。这些数据，都是我乱说的。Testway 年货季，买套餐中大奖的概率是125分之1，这绝对不是乱说的。什么呀？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新寻宝，自己去看呢。好，来上一下电视。来自 YouTube 的 Ryan K， 他说
温度低反应变慢是电子墨水屏的特性。说实话，我记得去年冬天用 Remarkable 的时候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。来自 YouTube 的 Join Sinline， 来自 YouTube 的 Join Sinline， 他说索尼那个按面积计算，价格还是很不错的。哇，这位朋友的想法很不错，一看就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呐。好，本周啪啪啪啪的呢，就是这一个 Google Pixel 3 XL。那就是这个黑色的 XL 有刘海屏的，还有一个壳子，虽然它也有点脏的那个壳子，但是编导他说是黑的，你也看不太出来，嘿嘿嘿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淘宝搜索 Testway 新寻宝，23块3起趴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23块3哦。好，今天周五晚上8点到11点直播继续哈，房间号 B 站545-189，我们等着你哦。我们 Testway 年货季继续热卖中哈，有新春赠品哈，还有大奖等着你们，赶紧进我们 Testway 新寻宝看一看，嘿嘿。淘宝评论上2个电视哈，第一个李倩儿1984说东西收到了，好带香，有爱吃的凤梨酥，还有牛肉干和奶佛，最重要的是有喜庆的杯子、垫子、贴纸，心情整个舒畅。第一次吃香肠，还是不晓得啷个煮，老板拍个影片说一下噻，名称都想好了，12道肠胃。嘿嘿嘿，神州大地还有水。好，给你讲一下，香肠放锅里煮，或者是放锅里蒸，20分钟拿出来切片，香得很哦。上第2个电视哈，那个小伙伴叫胡桃的快递，海外的，然后回到国内就来重庆耍了几天，暗恋了我们重庆一个小姐姐接近2年，一直不敢表白，说如果我让她上电视，今天都去表白。这位胡桃的快递朋友，赶紧去表白我们重庆的那位小姐姐哈，祝你2019收获爱情。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